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今天看到 Bruce 就知道又是个聊天节目了。原因呢，是因为前几天我在 YouTube 上呢刷到了一个叫做 Emma Hill 的英国博主他分享了一支影片，主题是开启2025年的8种方式。我看了一下，还蛮有启发的，而且有一些呢，我正好也已经在做了。那今天就带着 Bruce 呢，给大家分享一支影片，看看我开启2025年的几种方式吧，送给有缘的朋友。老规矩所有能够买到的商品链接呢，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摸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分享我的同款，大家可以第一时间买到，防止断货。同时还有更新更好的折扣以及一些相关的穿搭小技巧，我也会把链接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等你来玩。那我们就开始了。在过去2个星期里面我忙得最多的一件事，全部都是和钱有关了。那第一个呢，就是2024年一结束的时候呢，我就把我公司的一些财务的报表，包括有 P&L 还有 balance sheet， 全部都打包发给了我的会计师，让他做2024年报税用。因为我知道越到后面他们就会越忙，客户很多嘛，而且我也会越忙，所以呢，趁着我有空赶紧把这些准备的工作都做完给他们。其次呢，我还跟我报税的小姐姐呢打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电话，把2025年我的个人的一些财务状况以及一些公司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挑战还有机遇大致的一个情况都跟她分享了一下，也听取了她的一些建议，包括我这一年可能会碰到的一些税收的调整养老金的规划。说实在话，有一些她跟我讲的话，我也没有100%全部的 get 到，但是我感觉自己比去年这个时候呢又进步了很多。还是那句话，很多东西是很复杂的，但是呢，每天或者每一年都进步一点点，学习更多一点，我觉得对自己的整个财务状况的掌控呢，也会更加游刃有余一点。还有一个大类呢，就是我把我的个人的投资账户呢好好梳理了一遍那这个呢，在之前2024年的年度总结这支影片里面呢，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重新学习了一些财务管理的知识，所以今年头的时候呢，就计划要 rebalance 我的投资组合。这种事情其实也蛮难搞的，所以呢，我当时想的就是必须要一鼓作气做完它，如果拖着呢就会不做。所以我过去2个星期就在忙这些，尤其是一些我持有了蛮久的一些 mutual fund 已经跌到亲妈都没有了。以前每次看到呢，我都假装看不到，那这次我就下定决心该处理的全部都处理了。通过 rebalance 之后呢，我的整个投资组合就变得更加高效简洁，而且呢，每次打开我的手机 app， 再也看不到那些红彤彤很刺眼的下跌的箭头，我心情就很好。那当然了，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你这样的投资组合呢过于保守了，也就最多跟大盘持平。但是对于我这样的焦虑体质来讲呢，我觉得自己是相当满足了，感觉断舍离那些不适合的投资，就跟断舍离衣服鞋子包包一样，眼不见为净，早点处理好，对我的 well-being 呢也有极大的提升。另外一件事情也是我刚刚做完，就是我拖了5年的前东家的 401k 账户的钱呢，我终于把它 roll over 到我自己开设的退休金账户了。我之前呢一直就是采用了鸵鸟策略，不去管它，但是呢看看这个投资收益率真的太可怕了，所以我就痛下决心，终于把这件事情搞完了。1月3号的时候搞定的，哇，真的是要给自己鼓鼓掌。大家呢也可以趁着开年给自己财务的状况呢做一个规划，这样新的一年就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对了，我收到不少留言在问我日常看的一些投资书追踪的一些博主以及我的投资策略等等，那我会在之后的影片里面和大家分享的， Stay tuned， 记得关注我。人到中年那健康呢就成为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之一。那除了我日常呢都是会运动注重饮食之外，我开年呢做的比较多的是年度的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规划。比如说呢，我已经联系了我的保险公司，准备讨论一下2025年健康保险的事情。另外呢，还有年度体检的一些安排，比如说我的年度的身体体检妇科体检、乳房 X 光检查，当然还有洗牙、补牙和牙齿有关的也
也是一个大的品类哦。那我该预约时间的呢，我都已经跟医生打过电话了。那有一些呢，可能离的时间比较远，比如说我的乳房 X 光检查是下半年才需要做的，那我已经把它放到 calendar 里面，大概在这个时间段呢，我就会打电话和 clinic 去预约，提前规划好，那你就不用再把心思放在这个上面，到时候按点做这些事情就好了。大家也记得做，尤其我觉得对女性来讲，超过40岁的话，除了常规的妇科体检，千万不要忘记去做乳房 X 光检查等等哦。早点做这些预防性的工作，肯定是受益匪浅的。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另外，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分享我的同款最新最好的折扣和相关的搭配小技巧，我也会把链接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等你来玩。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前几周呢，我发了一支影片哦，是关于我最近断舍离的一些品类。我一直是有断舍离的习惯的，所以这样的断舍离对我来讲工作量不是很大。但是在1月份的时候呢，我做了2件已经蛮久没有做的断舍离。那第一大类就是断舍离和 beauty 有关的产品，好像我搬到这个新家来之后呢，就没有再整理过。那其中包括有护肤品啊、彩妆啊、头发护理产品、个人护理产品等等。那一个重灾区就是小样，尤其是香水的小样，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特别多香水小样，平时从来不用。那人家会说你旅行时候可以用，哎呦，1年也旅行不了几天，所以我把它全部都处理掉了。第二个重灾区呢，就是化妆刷。我掐指一算，天哪，我这些化妆刷大概用了有4、5年，居然没有换过。当然我之前也有定期清理啦，但是好像用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为了这件事情呢，我还特地去咨询了我一个前同事，因为他呢就是专门做化妆刷开发的，他就跟我讲这个时间太长了，你再日常清洁呢也是没有办法完全弄干净的，所以我把很多化妆刷都给断舍离掉，去买了一些新的。第二个大类呢，就是我去处理了那些本来就要断舍离的单品，这个是不是听上去很拗口呢？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的断舍离单品呢，大部分都会挂到网上卖掉的。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大部分都是在 Poshmark 上面卖的。如果还不知道怎么卖的话呢，可以点屏幕的右上角复习啊。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你把这些东西挂到网上，不可能100%的东西都卖掉的，哪怕你再降价也是一样的。那我之前呢就全部放到了床底，因为我有一个 storage bed， 我的床底呢全部用来放那些准备卖掉的东西。但是日积月累，东西就越来越多，我的床都要关不上了，所以呢我就下定决心去处理了我床底下那些要断舍离的单品。那些呢怎么都卖不掉的单品呢，好在我家附近有一个二手店，那这家店呢是收这些二手东西的，好处呢就是他们是买断的，比如说你扛着一大包东西过去他们会按照他们店的标准来选择收下他们需要的东西，当场就给你现金和支票。当然了，这些买断价都非常便宜有的衣服可能就2、3美金但是总比扔掉要强，对不对？而且他们不收的东西呢，你也可以让他们帮你代捐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好的。前2天呢，我就扛着好多东西在他们店里面他们当场呢筛选了一遍，给了我22美金，剩下的我全部都捐掉了，特别的开心，给自己当晚加了2个鸡腿。上个星期某一天，我正好在家里面工作的时候，手机呢就收到一个 calendar 提醒一看是某某的生日提醒。其实呢这个人都不算是我的朋友了，我记得应该可能是15、16年前我还在上海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前同事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像微信或者是 WhatsApp 这样的通信软件我们留别人的通讯方式都是手机通讯录，当时还蛮流行，可能也把生日都输进去，而且呢苹果手机每一年呢到这个时候都会提醒我。那以前呢我也就不去管它啦，上一次收到的时候1月份嘛，我觉得太烦了，我要把这个事情赶紧给处理了，所以我就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一个个手动去看我这12个月的 calendar 的生日提醒
那如果说现在还是有联系，还是朋友的话呢，这些人的生日的提醒我还是保留的。但是有很多其实都已经不知道是谁的人，我把这些人的生日提醒呢全部都关闭了。之后呢，看到我的 calendar 就非常干净整洁，我心情就很好。另外呢，我也把前面说到的一些健康体检的时间呢，全部都放到了 calendar 里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去年没有做的，就是我把一些和工作相关的提醒放进去了，比如说每周和助理们的例会啊，还有每个月要发工资的时间啊等等哦。我以前呢都是凭脑子记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容易就记住啊，不用放到 calendar。但是现在我觉得年纪大了，记性变得不好了。而且呢，当你的脑子过多的去记这些，你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想一些复杂的事情。所以我这次呢也是花了点时间，把这些例行的公事呢全部都记到了 calendar 里面。那这样呢，我的脑子呢就可以释放出来，去做更多、更重要、更复杂的事情。感觉这一年呢，应该会有一种尽在掌握的快感。最近呢，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我订阅的一些商品啊，或者是服务都给更新，大部分都是取消了。举个例子啊，在美国，比如说亚马逊，如果你采用订阅的方式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有5%到15%的折扣。所以呢，我就订阅了不少东西啊，包括有日常用的卫生纸啊、咖啡啊、红茶各种各样一大堆。那有一些呢，确实定期是需要的；那有一些呢，纯粹就是当时买的时候，为了省一点钱而勾选了这个订阅的服务，其实我并不需要。那我以前呢就犯懒嘛，因为一般来讲到每一次订阅产品到达之前呢，会收到邮件，它会通知我哪些产品，我会上亚马逊去勾选，把不需要的产品呢都去掉。那这一次呢，我觉得还不如一劳永逸，把我订阅的商品呢好好做了一个规划，把不需要的东西全部都取消掉。感觉这也是断舍离的一种思路，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包括 App 的订阅啊、流媒体的订阅啊，都可以做一个及时的更新啊，不需要的就取消它，这样不仅省钱，而且更省时间。最近呢，我还做了一件事情我把 X 也就是 Twitter 还有 YouTube 包括播客等很多之前订阅的博主以及频道都给取消了。其实说到这里我还蛮担心的，会不会给大家灵感把我也给取消？不过没关系啦，随缘留下来的都是真朋友，开玩笑啦。其实是这样的，我是觉得信息过载的情况呢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无论是假消息啊，或者是过度夸张啊，故意扭曲事实，都充斥着整个互联网。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信息获取的渠道非常的重要。今年开年呢，我就痛下决心清理了很多账号，因为有很多账号我是刚来美国的时候就订阅嘛，那随着自己阅历的增长，我也开始慢慢有辨别能力了，能够判断出哪一些是靠谱的，哪一些是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的我。那取消大部分这种订阅之后呢，我的整个世界都清净了。其实这件事情呢，我大概在3-4年之前也做过一次，但那个时候呢，我主要集中在美妆啊、时尚啊、生活类博主上面，其实跟我是同样的品类啊。那为什么取消它呢？是因为当时呢，我其实自己个人状态也不是很好，看到那些博主们精致的生活，我觉得自己太失败了。每次刷这些社交媒体，尤其是小红书我都觉得自己简直就焦虑到要爆炸了。后来呢，我就取消了几乎所有这方面的订阅眼不见为净嘛。而且呢，我还清理了我的朋友圈，我不看任何人的朋友圈，因为别人过得怎么样跟我没关系，我就想好好过好我自己的生活。3-4年之前我做这件事情之后，效果立竿见影，我立刻就不焦虑了。那么今年呢，我取消订阅呢，当然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啦，但是我感觉到现在为止效果都是一样的。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自己去主动搜索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看到某个新闻呢，我就会去搜索相关的信息，而不是等着这些博主或者是频道来 feed 我。这样呢，我也比较有主观能动性，更加能够辨别一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好了，这就是我开启2025年的6种方式抛砖引玉而已送给有缘的朋友。另外还有一些事情，因为我日常一直在做，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包括我日常有清理房间的习惯，尤其打扫卫生的阿姨2个星期就会来一次嘛，所以我不需要做一个集中的大扫除。另外呢，我2-3天就会更新我手机的相册，该归类归类，该删掉删掉。那这些事情呢，都是日常随手做的，所以到年底年初的时
候呢，就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做这些很琐碎的小事情了。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呢还有一点用呢，那就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如果还没有加入 Facebook 私密购物群的朋友呢，记得去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就可以看到私密群的网址，在里面呢我会分享一些更新更好的折扣、我的同款以及一些相关搭配的小技巧。祝大家2025年一切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